我从事测试 Linux 培训已经12年了，从08年到现在12年。我之前一直没有讲单面机，我们之前曾经讲过裸机，在24.0上讲过裸机，也就是把24.0当做单面机来用，但是不是使用 Kale 那些工具。现在我为什么要重新讲单面机呢？我们提供的课程有这3条学习路线。第一，如果你想快速上手的话，你可以使用单面机，使用 Help 库来开发。Help 库帮你封装好了一切，你只需要简单的去调用那些函数就可以了。这种可以快速入门，在日常开发产品的过程中也经常使用，也推荐大家使用 Help 库，这样不容易出错，也可以提高生产率。但是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单面机教程都是使用 Help 库，它帮你封装好了一切，导致你也就只知道去调用那些库，你不知道其他细节。现在物联网时代来了，比如各种实操作系统，甚至比如鸿蒙这些东西，这些内核都需要你更加深入的了解单面机。以前单凭 Help 库学到那些知识已经不够用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必须使用寄存器来开发单面机。即使你使用寄存器来开发单面机，市面上的教程也没有办法让你了解更加底层的东西，所以我现在用新的思路来讲解单面机的教程。你看，我们有2条路线了。对单面机，想快速入门的话，使用 Help 库；想深入了解单面机的话，使用寄存器。如果你就是不想玩单面机，那么你可以走这条路线，先学习 Linux 应用基础，再学习 Linux 驱动基础，然后直接做项目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并不需要你掌握单面机的知识。在讲解 Linux 驱动的过程中，我也会去讲解那些硬件怎么编程，硬件怎么操作。所以，如果你走这条路线的话，学不学习单面机倒是也没有什么关系。这3条路线的优缺点我列了出来。你看，使用 Help 库来学习单面机时，可以非常的快速。但是这 Help 库封装了很多技术细节，就比如说这些技术细节你根本就没办法学到，而这些技术细节呢，在物联网领域是非常重要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只知道使用 Help 库来开发单面机，那工资估计高不了到哪里去。好，第2条路线是单面机深入，我们可以抛开 Help 库，从芯片手册开始来写程序。你要去操作，你要去实现某个功能，都必须看芯片手册。这种方法对于学习非常有帮助，但是大家注意一点，在工作中我们并不建议这么做，在工作中还是使用 Help 库更加的快，更加的稳定。第3种学习路线就是我们不学单面机，可以直接上手 Linux。如果你对硬件操作、对驱动程序根本不感兴趣，你只想去开发应用程序，只想去做项目，那么你更不需要去学习单面机了。如果你想开发 Linux 驱动，Linux 驱动呢，就等于面向对象的编程思想、良好的程序框架，再加上硬件操作。这硬件操作就是单面机呀。所以我在讲驱动的时候，我会讲硬件操作，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看这个单面机。好了，我们回到这个图，如果你的硬件基础薄弱，你无法阅读芯片手册，你想去了解硬件怎么编程，那么你可以看看单面机这个课程。你以后如果想从事各类 RTOS 的开发，就比如说 FreeRTOS、RTSLab、鸿蒙内核的开发，甚至你想去学习 U-Boot， 那么你就必须学习这套课程，使用寄存器来编写单面机的程序。这套课程可以让你深入的理解这些 RTOS、这些 U-Boot 所必须的那些基础知识。那么我们会讲什么呢？对于这个裸机教程，我们会讲什么呢？我们会从单面机上电执行的第1条指令开始，把这个软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全部给你讲出来，会有这么一些内容。这些是 RTOS U-Boot 的基础，还会有各种外设的编程。我会先讲各种外设怎么去操作，它的硬件原理是怎样的，然后再去写程序。这些外设的操作、外设的编程有助于你后续学习 Linux 驱动。在这个课程的录制过程中，我将会涉及很多款开发板，就比如说单面机、F103，还有 6ULL， 还有157。它会涉及 M3、M4、A7 这些架构。我会先讲共性的东西，再讲个性的东西，争取让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举一反三，触类旁通。你工作的时候换其他芯片时，也能够非常快速的上手。